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，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寒潭黑水锁殘身，玄卷紅光照劫塵。石暗驚魂知路斷，陰魔索命逼人真。這回咱接着說，婉靜和宛如剛從那白丝裡頭挣出來，你想想那場面，倆姑娘掉進這麼個鬼潭底下，上頭沒路，四下沒人，水還冷得跟冰窖似的，剛才差一點讓那東西給纏死，好不容易靠着懷裡那卷破舊蜜卷才算撿回來半條命。可撿回來是撿回來了，和命算不算自己的還真不好說。那潭水黑呀，不是夜裡河水那種黑，是你低頭看一眼都覺得地下有東西正瞅你的黑。水面一點大動靜沒有，就剩他倆在水裡喘氣，一口一口喘的都不像活人，倒像剛從棺材板底下爬出来似的。宛如臉都白了，平時再怎麼跟着姐姐硬撐，這會兒也撐不住了。姐，咱接下來咋辦啊？他這句話問得輕，但裡頭全是慌，不是那種小孩怕黑的慌，是人發現自己進錯地方了，往回退也退不回去的慌。婉靜也怕，他又不是鐵打的。可姐姐這個位置就麻煩在這兒，你怕也不能先露出來，你一露，妹妹就塌了。他抹了把臉上的水，往四周看，左邊一片黑，右邊還是黑。遠處有塊岩石，濕漉漉的，像個趴在水邊的黑疙瘩。先上岸，這水裡不能待，邪氣太重，趕緊離開。這話說得挺穩，但你聽明白沒有？他不是知道上岸就安全，他只是知道再泡在水裡更不安全。很多時候人就是這麼活下來的，不是因為選了條好路，是因為別的路更要命。倆人就往岸邊游，和這時候游水可不是平時洗澡那種撲騰兩下，衣裳濕透了，手腳發沉，剛才又折騰的一點勁兒不剩，每滑一下水都跟有人從後頭拽他們似的。宛如游幾下就喘，婉靜還得回頭看他。別停，看着岸，再撐一會兒。我撐着呢。終於倆人扒住了那塊黑岩石，手一搭上去，涼得直鑽骨頭。岩石上全是濕滑的水苔，一不小心就能滑回潭裡。婉靜先爬上去，又趴下來拽宛如，倆人弄得滿身泥水，狼狽的不行。可這时候誰還顧得上好不好看？能趴在岸上喘口气，那都算老天爺暫時没收賬。宛如抱着胳膊凍得直哆嗦。姐，這到底是哪兒啊？咱們不是坠崖了嗎？咋能掉到這麼個地方來？這話問得對，他倆明明是從斷崖上摔下來的，按理說底下要麼是亂石，要麼是山谷，
再不濟也就是個普通水潭。可現在這個地方不一樣，沒有蟲叫，沒有鳥聲，連風都像死了一樣，空氣裡全是爛木頭、濕泥，還有一股子陳年腐氣混在一起的味兒，吸一口都覺得嗓子眼兒發膩。晚進莫馬上回話，他在看。他這人有個毛病，也算本事，越害怕越要看戲，因為他知道真要命的東西往往不在你喊叫的時候来，他是在你剛想鬆口氣的時候悄悄貼上來的。就在這時候，晚進胸口猛地一疼，不是被東西扎了一下，是懷裡像忽然塞了塊燒紅的炭。他低頭一看，壞了，那卷密卷動了，剛才還跟死東西一樣，現在在他懷裡輕輕發顫，一下一下，還往外透紅光。那紅光不亮，可在這個黑地方顯得特別扎眼。姐，他咋了？宛如一看這玩意兒又有反應，整個人都往後縮了一下。剛才要不是這密卷，他們死了，可也正因為這密卷，他們才更不踏實。這東西救命是真的，招禍也是真的。你說這玩意兒像啥？像你在雪地裡撿着一把刀，狼來了，它能保你命，可別人看見你手裡有刀，也可能先來搶你的命。晚進把密卷慢慢拿出來，那卷軸表面冒着一层血色光晕，不是火，也不是普通的光，像是有東西在紙裡頭醒了，然後那卷軸自己展開了，一點一點，不用人掰，不用人扯。紙面上那些原本看不清的字，竟然開始浮出來，宛如眼睛都瞪圓了。剛才不是還看不清嗎？現在咋有字了？剛才那東西把它激出來了，別說話，看清楚。晚進這時候也緊張，但他知道這是個機會，這卷東西到底是救命符還是催命符，總得先知道它是啥。俩人湊過去，紅光照着紙面，那些字斑斑駁駁，有些地方已經糊成一片，可前頭幾行還能認，大概意思是這麼回事兒。寫這卷東西的人叫凌玄子，以清玄宗掌門。他說自己宗門遭了大難，门下弟子死傷的差不多了，已為了保住傳承，不得不把宗門至寶封在這裡。這卷東西叫玄陰卷，聽着挺厲害吧？它是真要命，以卷軸之力雖強，可陰氣太重，最容易招邪祟惦記，必須用靈力鎮住才能用，鎮不住就反噬。而且那人還連寫了2個切記，切記，你說這像不像一個快死的人？您閉眼之前還使勁抓你胳膊，意思就一句，這玩意兒能救你，也能害死你。玄陰卷，宗門至宝。姐，这不会就是那個清玄宗留下來的東西吧？咱們咋會碰上這個？宛如這時候是真懵了，他們本來就是按密卷找路，想找個活法，找個能報仇、能不再被人踩着走的法子。誰知道路沒找到多遠，先撞上一件宗門至寶，而且還不是干干淨淨的寶貝，
是被人封在這種邪地方幾百年沒人敢動的東西。晚進長長吐了口氣，他也明白了，怪不得那東西追着咱們不放，他要的不是咱俩，是这卷。那咱扔了行不行？姐，这東西咱們掌不住，族裡那點本事跟這個比差太遠了。這句話其實很清醒，宛如不是膽小，他是知道輕重。小孩拿刀，刀就不是刀，是貨。爷們現在就是這樣，修仙的門檻還摸明白呢，就把人家滅宗留下來的至寶抱懷裡了。這不是發財，這是貪事兒了。可晚進想的比他更狠一點，他看着手裡的玄阴卷，眼神慢慢沉下去。晚了？啥晚了？他已經现世了，那東西也知道了，咱們現在扔不扔都沒用了，他不會放過咱們。可是，沒有可是，退路斷了，要活就只能拿着他拼。你看，這就是晚進這個人的底色，他不是不知道怕，他是怕歸怕，手不鬆。他明白一個道理，有些東西你一碰上，它就不是你想不要就能不要的。命運這玩意兒有時候特別缺德，它不是把路擺你面前讓你挑，它是先把門鎖死，再把刀塞你手裡，然後問你走不走。宛如咬着嘴唇，他看着姐姐，眼淚沒掉下來，但眼眶已經紅了。姐，咱真能撐住嗎？剛才就差一點，再來一次，我怕咱倆都得死在這兒。這話一出來，晚進反倒安靜了。他沒有立刻訓妹妹，也沒有說什麼空話。他把玄陰卷握緊，手指都攥白了。你別看他表面硬，他心裡也知道這事兒已經不是普通山裡遇險了。他們剛踏上這條路就碰到禁忌，而且是帶血的禁忌，一步錯，就連屍首都不一定剩得下。可他低頭看了宛如一眼，聲音壓得很穩：怕是對的，我也怕。姐，但怕不能救命，你退一步，命不会可憐你，他只會接着踩你。這話不是什麼大道理，這是他們這一路逃出來親眼看出來的。部族沒了，親人沒了，一路被追被搶，被人當貨看。他們早就知道這世道不講理，你軟他不放過你，你哭他也不放過你，最後能不能活就看你敢不敢把牙咬碎了往前走。晚进抬手輕輕拍了拍妹妹肩膀：宛如，你信不信我？我信，我當然信你。那就站起來，族人的仇還沒報，咱倆不能死在這兒。宛如點頭，他還是怕，但他站起來了，這一下很重要。你別小看這一步，從這一刻起，他倆就不再是單純被山路攆着跑的小姑娘了。他們手裡有了東西，有了玄陰卷，也有了麻煩，更有了債。這卷東西救了他們一次，可也把他們拖進了更深的坑。後頭那些香火、願力、神位、血障，很多東西其實從這兒就開始埋線了。你以為成仙是從天上落下來的福氣？不，很多時候所謂成仙最開始就是這麼一個潮濕發冷喘不上氣的夜晚。你為了活下去，伸手抓住一樣東西，等你抓穩了才發現那東西底下
拴着一串看不見的死人。就在姐妹倆剛站穩的時候，潭水那邊忽然動了一下，很輕，輕到你要是不仔細聽，就以為是水自己晃了一下。可婉进一下就回頭了，他神经绷得太久了。这種地方水不会无缘无故动，宛如也听見了，他臉一下又白了。姐，水裡有東西。潭面慢慢起了一圈波紋，一圈又一圈，不是魚，不是風，像有人在水底下慢慢往上爬。婉进把玄阴卷舉起來，那卷軸上的紅光又開始亮，比剛才更沉，像血剛從傷口裡滲出來。他這一聲不高，但很硬，話音剛落，潭水中間就冒出一團黑影，先是頭，再是肩，再往上，是一個模糊糊的人形，臉白得不正常，眼睛卻紅，紅的跟在黑水裡泡過的炭火一樣。他盯着婉進手裡的玄陰卷，然後笑了，那笑不大，可你聽着就知道，他不是來談的，他是來收東西的。玄陰卷交出來，我留你們全尸。姐，就是剛才那東西。宛如往後退了2步，腳底踩到濕石頭，差點滑倒。婉進沒退，他盯着那黑影，玄陰卷在手裡，紅光一跳一跳。這時候他要是退了，倆人就完了。想要自己來拿。2個黃毛丫頭，我倒要看看你們能撐多久。這話剛落，那黑影猛地一晃，前一刻還在潭水中央，下一刻已經帶着一股冷氣朝他們撲過來了。那冷不是風冷，是死東西身上的冷。水面一下炸開，黑水往2邊翻，宛如驚得喊了一聲。婉進咬緊牙，雙手死死撐住玄陰卷，紅光猛地往外一衝，是一下深潭邊上整個都亮了半瞬。可你別急，這不是贏了，這只是第2場命債，剛剛開頭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